美国将中国视作威胁，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事实了。这些年来，中国也早就已经习惯了接受美国这样的敌视。有一些美国网民对此却并不理解。在美国的某问答网站上，一些美国网民便发出了提问：为什么美国如此害怕中国的崛起，却不害怕日本、印度这样的国家？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如此害怕中国的崛起呢？中国又会如何应对美国的打压与封锁呢？中美两国之间这场激烈的博弈又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呢？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美两国就曾经产生过广泛的联系。那个时候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非常迫切的需要来自美国的各种援助，而美国也急于在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结局中拉拢中国一起对抗苏联，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结成了合作伙伴。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时不时还会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但从整体上来看，美国并没有将中国当作潜在的对手。直到本世纪初期，中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的举措，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美国才逐渐意识到，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万事依靠美国的小伙伴了。从奥巴马执政时期开始，美国政府的内部就出现了一些要求打压和抵制中国的声音，特别是在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2位之后，这让美国人感到更加恐慌不安。于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打压就此开始。美国不仅全力限制中国的芯片技术发展，同时也通过加征高额关税的方式，禁止中国的产品直接输入美国。以美国的技术和经济优势，他们的确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初，给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但很快，中国人就找到了在这场博弈当中生存下去的方法。我们通过扩张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逐渐掌握了对美博弈的主动权，同时有效地弥补了美国加征高额关税之后，我国企业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美国人逐渐发现，中国原来并没有那么好对付。在连续几年的制裁和打压手段之下，中国不但没有变得更弱，反而是美国在脱离了与中国的经济接触之后，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原先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和工人都要靠着对华贸易吃饭，在中美两国爆发了经贸冲突之后，这些美国的企业和工人就失去了饭碗，他们也因此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最关键的是，中国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面对美国接二连三发起的对华制裁和限制性措施，中国也很快拿出了反制的手段，而美国也展现出了孱弱的一面。似乎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也真的成为了美国的威胁。中国的第一个反击手段表现在金融市场上。自从美国加强了对我国的打压措施之后，中国选择通过不断抛售美债的方式来增加美国的金融压力，因为美国政府长期保持着不健康的财政状况。到了如今，美国政府几乎所有的运转资金全部都要依靠借债来维持，美债也已经达到了35万亿美元之多。这个数字不仅仅相当于中国、英国、德国、日本和印度等国的经济总量之和，甚至还相当于美国自身国民生产总值的 1.5 倍。中国在这个节骨眼上选择抛售美债，无疑大大削减了全世界金融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中国又一次选择做出了抛售美债的动作。经过这一番动作，中国手中持有的美债总数已经下降到了7684亿美元。更有意思的就是，连美国的铁杆盟友日本也紧跟着中国的脚步开始抛售美债了。尽管日本在抛售了220亿美元的美债之后，其手中持有的美债总数依然超过了11000亿美元。中日两国接连抛售美债，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的第二个反制手段来自于贸易管控。根据我国新出台的稀土资源管理办法，我国政府将来会进一步加强对稀土资源出口工作的管控力度，并严格打击稀土资源走私活动。众所周知，美国的军工企业想要造出举世闻名的装备，就必须要依赖从中国进口的稀土资源。在中国宣布对稀土资源加强管制之后，许多美国的军火商立刻就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地步，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稀土贸易供应链当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可偏偏美国又在外交和军事领域将这两个国家统统拉黑了。这一番操作相当于斩断了自己的手脚。中国的第三个反制措施来自于文化交流领域。今年我国已经宣布对数十个国家的公民采取了免签措施，这无疑是在西方世界里释放了一颗重磅的文化炸弹。来到中国之后，很多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印象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西方国家媒体此前针对中国做出的一系列妖魔化宣传，在这些现实面前全部宣告破产。当西方各国的民众看到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之后，很多人甚至会因此对
推行的并不是像苏联那样的霸权主义外交策略。在中国的外交策略当中，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平等地看待彼此，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中国外交团队才会不断地在中东局势、俄乌冲突中倡导和平与谈判，尽可能地帮助各方凝聚共识，避免冲突。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所做的这一切的确触动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称王称霸的根基。于是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是想通过这样的手段来与美国竞争全球霸主的位置。8月1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最新版美国国家反间谍战略文件，也只不过是这场世纪性的博弈棋局中一朵小小的水花。它改变不了美国在这场博弈当中的颓势，改变不了全世界人民追求独立自主的决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只是对当前的世界局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的出现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国际政治现象，未来的世界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要求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权益的声音。只不过，中国恰好站在了时代的风口上，成为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那么，中国自然而然的就会挑起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希望，来同以美国为中心的旧秩序做斗争。放眼当今的世界，只有中国在全心全意地推动全人类的发展，也只有中国才拥有完全颠覆旧世界秩序的能力和魄力。对于这一点，美国的政客也看得无比清晰。所以，中美之间的对抗与博弈就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中国的身后站着的是全球几十亿渴望公平与发展的民众，而美国所代表的国际精英主义者，未来一定会淹没在世界人民的浪潮之中。未来不仅是属于中国人的，更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国当前所做出的一切挣扎，都会成为旧世界秩序的葬送剧。一套更加公平、更加光明的体系，将在旧秩序的废墟上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光芒。2023年5月20号，蒙古国国家应急管理局表示，国内肯特省出现特大沙尘暴，已经造成120人失踪。其中104人通过各种方式寻到踪迹，另有16人永远消失在漫天飞沙中。蒙古沙尘暴由来已久，不但影响本国的空气环境，甚至我国北方42%的沙尘正是拜蒙古国所赐。据2017年统计，蒙古国已经有76%到78%的土地荒漠化，国家正在被大自然吞没。蒙古国的荒漠化为何如此严重？蒙古有2大支柱性产业：畜牧和采矿。蒙古是内陆国，国土面积156.56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40万人，相当于境内牛羊总数的1/20。蒙古族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一生都与牛羊马打交道，骨子里流淌的血液就是跟着雨水游牧远方，带着老婆孩子和牛羊到处奔波。蒙古国建立后，祖传的功夫没有扔掉，依然去青草茂盛的地方牧牛羊。这种居无定所的生存方式显然不能发展农业、工业和一定规模的企业，所以只要放牧，其他行业基本就做不了了。虽然放牧能赚钱，但是毕竟周期长，利润有限，能保障人民不会饿死，但实现温饱有很大难度。唯一多赚钱的办法是增加畜牧量，牛羊多了，总利润自然就上去了。蒙古人祖祖辈辈依靠草原生存，对生态保护没有深刻的认知，只知道放牧能挣钱，便大力发展畜牧业。没想到为以后的土地沙漠化埋下了伏笔。作为畜牧业大国，蒙古国的牛羊马大多销往中国与俄罗斯，运输成本不高，而且市场需求量巨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蒙古人不断扩产，进一步推动畜牧业的规模和产能。就在蒙古卖力养牛羊时，土地沙漠化的步伐也加快了。春天从北往南刮来的风吹掀了大片沙尘，将蒙古笼罩在一片黄色的世界中。而这些沙尘会在几天后继续南下，刮到我国内蒙古，再一路南下到河北、山东等地。每个草长莺飞的春天，我国北方大部分区域总会被沙尘侵扰，而其中42%的沙尘是从蒙古国一路刮来的。事实上，蒙古国的土地荒漠化的趋势从东北向西南递增，沙漠是最彻底的荒漠化，而东北地区逐渐稀少的植被，则是蒙古不得不小心对待的话题。曾经一片苍茫的草原，如今已经脆弱的有些不堪一击。实际上，草原荒漠化严重，除了人为因素外，自然环境也是其中的原因。蒙古是内陆国家，平均海拔1580米，地势相对较高，向东无法享受太平洋水汽结成的降水，北边又有杭爱山和肯特山阻挡了北冰洋裹挟的水汽，所以北部山区可以形成部分山林，但再往南，则因为水汽无法渗透太远，而逐渐变为草原甚至荒漠。根据资料显示，蒙古国全年降水量为230毫米，远远少于我国
苏联解体后，蒙古为了继续发展经济，直接倒向西方。为了彻底贯彻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蒙古直接开放了外力企业投资的渠道，将大量煤矿的所有权改为私有，试图完全将经济发展交给市场。为了吸引外资，蒙古放宽了外商投资的门槛，加大了优惠力度和福利制度，真正做到了美国所谓的民主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蒙古的采矿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操着各地口音的人汇聚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在西式快餐店里谈论着矿场上的事情。这看似繁荣的景象代表了那个时期的蒙古社会状态，但国家的财富并没有因此增加，甚至因为采矿过于私有化，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贫富差距拉大，打破了国家经济的平衡。等蒙古人幡然醒悟，想要将市场拉回正轨，已经有些来不及了。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蒙古出口的矿产遭受削减，从而使国家经济重创。这个原本不富裕的国家更加雪上加霜，国家没有足够财力帮人民渡过难关，穷人只能躲在贫民窟挨饿，而富人为了规避风险，也变得小心谨慎，将钱死死攥在手里，只等待危机度过。2012年，蒙古发现再不变革，未来将是一片黑暗，便很快通过了关于外国投资战略领域协调法，规定外国企业投资战略领域需要蒙古官方批准，并且股份超过49%的项目还需要蒙古议会2次批准。这则法案的颁布直接打击了外企的投资信心，导致当年外国来蒙的投资比下降了17%，蒙古的经济因此受到极大震荡。正如蒙古教科文内部所言，所有出口产品中45%的没有技术含量，52%是低技术产品，3%是中低技术产品。蒙古出口的矿产其实不需要高技术加工，原本完全可以自己生产。正是过于依赖外资的力量，致使外资一停止投资，蒙古的经济即刻受到影响。自法令颁布以来，外资在蒙古的投资比重连续5年下跌，到了2016年直接崩盘，国家负债200亿美元。眼看国家接近破产，蒙古人只能变卖家里的牛羊和仅存的一点首饰缓解危机。这时的蒙古可能会想到，当初做的种种决策有多愚蠢。不过，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在蒙古承建了一条高速公路，拉近了两国的关系。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这条关于“一带一路”的经济大道，让大量产品途经蒙古，在一定程度上为蒙古的交通产业带来了一定收益。另外，贸易之路的开启增强了商品之间的流通，也为蒙古展示了一条新的经济形势。这条高速公路自2016年承建，在2019年全面通车，是蒙古唯一一条高速公路。该公路建成后，以网络视频形式与世界人民见面，曾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也有网友称它为最美公路。除了帮助蒙古建路外，中国也不断将治理内蒙土地荒漠化的经验传授给蒙古，使其不断改善国内土地荒漠化的情况。2022年，中蒙签署荒漠化治理双边合作文件，携手治理土地荒漠化。此外，中国也在2022年11月办理关于土地退化与荒漠化防治的技术培训班，以线上视频的形式传授防治经验。今年5月，中蒙双方就设立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又达成共识。假以时日，在中国的多方面帮助下，蒙古一定会治理好土地荒漠化，恢复生态平衡，再现辽阔的草原风光。